好，国民党主席选战呢，只剩下11天了，时间非常短啊。那今天，因为他们今天国民党在台中办政见，啊，还要再办2场，一共3场啊。卢秀燕就被问说，啊，你到底挺谁？卢秀燕就微笑核实说谢谢，啊，意思说没有表明了哈。那好，那另外呢，罗志强是刘兆玄挺他，哦，那另外呢，刘兆玄说呢，罗志强叫侠骨初心，所以我支持罗志强啊。他说要有符合4个条件：党的改革、过去的贡献啊，然后呢协调能够党的精英，然后呢协调民众党。所以呢，这个刘兆玄是支持罗志强啊。侯友宜呢是力挺郝龙斌啊，所以昨天呢跟郝龙斌这个合体合照啊，而且呢说我支持郝龙斌啊。那郝龙斌跟侯友宜其实跟我是同一天的，侯友宜那个时候是刑事局的副局长哦。那郝龙斌那个时候大概还是立委，我已经不当立委了，我在飞碟主持节目，突然接到一个讯息来说，有一个小家伙呢是挟持公车，大家记不记得挟持台北市的公车，拿着刀哦挟持，然后呢这个指明郝龙斌跟我去，但是我在飞碟那个时候主持我的节目到一半，我说我下了节目再去，我去的时候龙斌已经上车了，他很勇敢哦，那个不简单，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抓狂？哦，有没有枪？有没有刀？你也不知道。有武器啊，我们就先上去哦，把那个人平静下来。外面侯友宜在外面，刑事局副局长一堆警察，台北市保安大队一堆，我在外面不敢上车。那人说你们上来我就杀人，我就上去了。然后呢，我上去的时候，侯友宜旁边跟我讲说，叫他先把武器交出来，叫他把武器给你。所以我上去我就他妈安抚以后说，你把那个刀啊、什么枪，我忘了把，反正各种武器你先给我吧。我把东西拿了以后给下面，他没有武器了。反正就后来还算是和平解决了，那个人还后来送去医院啊，送去哪里？哦，那我就没管这事。郝龙斌还跑到医院去看望那个人，然后来希望他以后能够好了哈，一定有一些毛病嘛哈。所以那个时候认识了侯友宜。哦，那接上侯友宜当新北市长，郝龙斌当台北市长那段时间，他们有很多的合作了哈。所以新北台北嘛，哈，双北哈。也是大生活共同圈了，所以侯友宜是支持郝龙斌的啊。那另外呢，郑丽文说呢，这个压力越大，大家越挺我哦，挺郑丽文的人也蛮多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蓝白到底怎么和？那郑丽文说该让就让，那郝龙斌说没有让的问题哦。换句话说呢，这不是让了，就是谁强就谁出来嘛，谁能赢就谁出来嘛啊。那另外李彦秋说这个。都喊蓝白合，那叫黄国昌来当主席啊？什么叫蓝白合？黄国昌来当不就蓝白合的吗？好，我们看一下。李彦秋讲的最好，跟郝龙斌并肩而坐，新北市长侯友宜手握拳头，他们在说什么？我们都是比较重情重，对啊。反正我们也看这个人之前到现在行为有没有一致性，你就是要这样，对国家的忠诚度，这个很重要，对国家。向来鲜少干涉党务的侯友宜，这次决定表态支持郝龙斌，特别挑在中秋举手。公开愿意站出来提，不会哪里来的都是，你不要再是协议，他对国家的忠诚，对，那你这个你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嘛，所以这个毋庸置疑，我们看谢谢他。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一句始终如一，胜过千言万语。刚刚他们给我一个板，这我跟那个黄复兴前主委张仁俊这个书记长他做过金门县长在黄复兴里面，他94岁的，精神还蛮好，因为他今天写了一个简讯给我了哈。那他说，党主席要文武全才，要能够融合民众党，集合在野力量，要呢这个摆脱医美媚日心态，自立自强。哦，两岸要和平共荣共存，化干戈为玉帛等等所以他认为他推荐郝龙斌了啊。那另外呢，今天这个在台中，他们有一个这个政见发表那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看一下。外面讲的什么密室协商、公平政治，不要给我们自己党里面贴标签。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没有委托公司假民调，到处在散播，让我们党内同志彼此困扰。我觉得党内的政见发表会、党内辩论，我会缺战吗？我在这里正式宣布，任何一个觉得我缺战的人，我们的党的候选人愿意跟我1对1辩论，我绝对接受挑战。我们党在选举中，县市首长。我们的选举经费，包括我们的议员的选举经费，包括立委的选举经费，党主席要完全负责，你说对不对？2026的选举，我的战略是什么？顾北，
稳中强南。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北部我们一定要赢，中部我们要赢，南部呢，我们台南、高雄最少要拿下1都，你们说好不好？如果我这次2026没有胜选，我马上辞职。好，2022没胜选辞职，台南、高雄一定要拿到1席，他下这个很重的这个目标哈。那好吧，这个永平怎么看？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今天看到那个郝市长这样子的强力的表达啊，我个人也是觉得，蛮眼睛一亮的，因为他在这一段选党主席的过程中，我觉得前期啊，他因为一直考虑到他的辈分比其他的人要高哦，行政资源资历也完整很多，所以他不太愿意用很强势的方法，因为对郝龙斌这样子训练以这个党跟家国为责任，已经变成他骨血的一部分的人来说，他时时刻刻都会考量说，这是党内的选举，好，我当上了以后，我要怎么样能够整合，所以他不太愿意去很强烈的表达，或者是跟谁正面对上，或者是口出恶言。但是确实，我觉得这次那个辩论场次安排的事情呢，大概对他也确实是刺激到了，因为。赵先，我们在一个礼拜，今天是礼拜2，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郝龙斌就已经写脸书说，这个辩论的场次过多，太不合理了，他就希望党中央赶快处理。结果他呼吁了好多天党中央都没有找人来协调，一直逼到周末前夕才赶快来协调，那就引爆了一些争议。我觉得这个其实花莲一发生灾难的时候，党中央就要有一个立即的处理，这才不愧为一个想要取代民进党的执政党的那个作风嘛。那我跟大家讲原本是安排设计的那个政见跟辩论发表会有多不合理，从9月18号截止登记到10月18号投票。中间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结果1个月的时间，总共如果原来都不缩减的话，这个叶元之在这边也有签署主张要缩减，我非常的敬佩。不缩减的话是什么状况？我跟各位讲，30天要做14场啊，那什么概念啊？2天就搞一场，2天就搞一场，那这个。一场一场讲下去，不是说大家讲话重复来重复去，大家不要听而已哦，是感觉压力大的候选人呢，为了要博眼球，要做媒体的标题，就会开始党内互打嘛。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不乐见的事情啊。要不要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互打了。对，他们18个立委。主张不要办那么多，都被围剿了。我的了解都被青鸟出征围剿他们。围剿他们干嘛？他们只会建议说不要办那么多，都被围赵，每个立委都压力好大，被围剿。这一点也一定要赶快让我讲一下。我呢特别有去看，我很少看脸书，可是我特别把它去看他们的留言。我后来就发现说，哇，这是典型网军操作哎。哦，那我是不大相信说国民党内的人有这么强烈能够处理网军的，那说不定呢这件事情就被民进党见缝插针，他就出动了他的网军啊。那民进党的网军为什么要来围剿这些合理的、能够说服大众跟中间选民跟没有那么激烈意识形态的人的心？因为民进党他就要操作到，一定是一个。他们认为呢，这个人上来做党主席，对他未来民进党有利的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整个乱局已经乱到我觉得第一个大家呢都要这个冷静理性。而对于政见的，我觉得政见会也好，辩论会也好，我觉得这样的缩减呢非常好。那民进党有这样派人青鸟跟侧翼来捣蛋吗？这我第一次听到。可说实在，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跟民进党其实没有直接关系。说实在，就是尊重跟祝福。那我觉得2个候选人其实都蛮好，其实这次非常多候选人，那主要当然是6个，当然主要是郑丽文跟郝龙斌嘛，当然看起来比较有机会。那我觉得2位都非常好啊，像郑丽文就口才非常好嘛，那也常常在我们节目上面。
上面就是讲这个各种的评论。那本身也蛮有冲劲，然后又是年轻，又是女性，所以大家都蛮喜欢她的。那郝龙斌市长当然他本身做过这个市长嘛，这个首长，所以他的整个就比较沉稳。你看刚刚那个政见发表会，感觉就非常的棒。那我之前其实有一次在阳明山就有遇到他，我们去爬那个阳明山，然后就是在那个上下坡的时候刚好会面交接，我看到他，他穿一个花博的衣服，想说，现在这个10年后还有人穿花博，这应该是某一个很重要的人，我就看了一下，市长我很开心，他也是非常非常亲切的跟我回忆，他常去爬，没错，所以我对他印象也蛮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就都是祝福啦，希望他们都可以心想事成。所以别人说他年纪大，我本来想说挑战来爬山，来爬七星山，爬看他谁会爬。他每个礼拜爬，他体力非常好。以前时间已经过了哈，还跑去爬101。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话哈，我顿然想不通了。你说青鸟这些侧翼出来围剿那18个委员，那18个委员是反对这个场次那么多是要缩短的，那显然他们是比较站在郝龙斌这一边的，所以民进党是怕郝龙斌哦。民进党是怕郝龙斌当选，他们围剿，他们是说场次不可以缩减。对啊，那就是去骂，就站在郑丽文这边的嘛。也不是这样吗？怎么不是呢？就是喜欢看国民党一直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应该是郑丽文的支持者，他就是喜欢看国民党一直吵架啊。不会，这个不知道。休息一下再回来。不是这样。好不好？老沈说还没讲完，来继续来，老沈。是啊，你最近几次都没有让我讲。你跟你讲，你没有让我讲很多了。不是，你没有让我讲。天下大事是更进一步的混沌不清，这个对老沈开始，这个对天下大事就立刻澄清了。对国民党是非常不利的。国民党的形势在823开票出来那一天达到最高峰，现在是慢慢下去了。因为这个下去，当然党团的运作有关系。那总场在这个党主席的选举，给人家看烦了。但是看烦了，为什么？因为看不懂，不是局外人看不懂哦，连国民党员也看不懂。所以我要重新，我不针对个人了，我针对个人我也被骂。我跟你讲，大家都说宫廷派对改革派，我不同意啊。宫廷派包括你哦，你住哪一个宫哪一个田？你告诉我，你是宫廷派吗？我跟你讲，郝龙斌、罗志强，还有你们这些背后支持的，包括你，这个叫建制派 （establishment）， 你知道吗？你们像这个侯友宜啊，像刘兆玄啊，像这个朱主席，这些不管你们有没有聚在一起啊，讲悄悄话，或者是没有，统刮起来讲，这个叫建制派。那对立的呢，有2个人，就是郑丽文跟张亚中。那郑丽文跟张亚中，你说他们是改革派吗？他们哪有改革？现在没有人敢讲改革，因为你讲改革票就没了所以他们就讲得很漂亮，很多口水，很多这个口号。但是他们是什么派？他们是造反派。现在是建制派对造反派。那这个造反派这一次的选举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比如说防护线啊，比如说军系啊，这些都深蓝、保守、极右。平时关起门来，你讲的我套用你的话，关起门来是骂国民党，投票的时候是很忠诚的，他们是支持建制派的。这次不太一样了这一次他们很大一部分是支持造反派，然后呢，造反派背后又有一个外部势力，我觉得这次搞得这么糟糕啊。第一点当然是外部势力插手太快了，太这个赤裸裸了，太让人家就是说可以批判的地方很多。何况这个外部势力的外面还有一个外部势力，大家只是好给勾引，不爱讲，拢叫我拍讲这拍人讲拍话，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建制派的支持者这次流失了一大部分，然后呢，这个外部势力又非常的嚣张，非常的积极啊！党中央呢乱趴趴，党中央就在这个外部势力插手，就登记完2天内就要开辩论会了，对不对？而且你不来，嘲笑你，我就给你一个人形立牌。我一直建议我们也都要有人形立牌，都没有听进去。下次我在你后面没有，他后来他也不敢了，他也晓得这是错误的。
不过你何必这么认真？何必这么热情？何必这么积极？让人家心生怀疑嘛。哦，所以建制派跟造反派，现在建制派的气势是比较低哦，是比较低哦。你要承认这一点哦。你要如何扭转哦？我都很担心建制派已经失去了这个扭转劣势的契机，因为这一次改革派不是改革派，造反派来势汹汹啊，来势。但是呢，这个到底对国民党是好还是坏？我先下结论了，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啊，如果郑丽文当选了，这个大好或者是大坏，全在郑丽文一个人的手中。来，元之。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拉回来，就是重点应该是2028我们要赢啦。我觉得还是要讲这件事情。那确实跟诚如赵大哥讲的，我觉得现在各个阵营有一些支持者有火气的啦，我是觉得有火气。对，那各位不要每次都是就是好像国民党有大罢免成功了，然后大家觉得说好像我们又有一些底气的，然后大家要开始乱，因为我也被出征，然后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到底是民进党假扮的，还是哪里的网友，我们也真的有被出征啊。哦，但如果是我们支持者，我是呼吁大家，我觉得取得政权才是重点啊，哪一个主席选出来，那大家就支持他。不过我刚看那个郝龙斌他讲说，他说台南、高雄没有拿到1席就辞，基本上我觉得这是还蛮大的一个决心啊，因为我们应该一般的预料是明年应该国民党台北蒋万安应该没问题啦，像现在民进党都没有人啊，现在还点到林右昌去了，还点到王世坚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啊。那桃园也是连任嘛，新北我认为应该是稳啊。那可以讲到台南、高雄，代表说他一定会很稳，就是说他会很稳健去处理这一局啊。像这样子，每个候选人去提出自己的赢的策略，我觉得就比较不错。然后还有就是蓝白合，蓝白一定要合啦。那至于说什么合，就不要口号，具体的方案拿出来。那民进党这一局是一定会乱的啦。刚刚戴伟山讲说，大家都很好。我昨天就在一个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他就在骂我们的候选人，什么连这种货色的这种话都讲出来，他们就是在骂嘛。所以不是表面上讲的这样，好像他对什么国民党主席没有意见啊，其实都有见缝插针啊。所以国民党自己，我觉得不管是谁，就是最后选出来就团结了，下架民进党才是重点。元之，你没有进步啊！你度过那个危机，我以为你现在不会苦瓜脸了。你刚才讲那个话还是和稀泥的话，你知道吗？你该讲的痛苦的地方，什么地方是国民党最大的这个障碍？你还是没有讲，你讲了，你以后就是不一样层次的政治人物。你刚才那一段能听吗？你刚才讲的就跟他差不多。元之支持谁呢？我们大家比较想知道元之挺谁。我支持谁？但是你不要双面人啊，在这边都说很棒啊，然后私下就一直骂我们啊。不是，我跟你讲哈，那一天不，上一次我们同台节目的时候，我就有一点逼啊，真是也是没有礼貌了。我逼元之说，你是18个联署的一个。你讲谁打电话给你要你联署，他不讲也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刚才讲了，我觉得就化解了我很多脑中很多的成见了，你知道吗？你听我讲，我没有想你刚才把我打断。现在建制派，我跟你讲，建制派有2个，郝龙斌跟罗智强，他们合不合？不合的。那这造反派。张亚中跟郑丽文，他们2个是不是同一道了？不对，他们2个南辕北辙，这麻烦在这里啊，你知道吗？所以呢，最后谁出现，跟国民党未来的命运差的太重要了。你不能和稀泥啊，叶元之，你这个年轻的，刚刚度过危机的，这是你的关键时刻，你要好好把握，好好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你知道吗？先不是我在选主席啊，不是我在选主席啊，不是他也不讲有他的道理啦。不，基本上，反正他有讲嘛，刚刚有讲，不是郝龙斌打给他的嘛，这可以了吧？那其他谁他可以不讲，但是不是郝龙斌嘛？那基本上就是说什么建制派，人家是那种真的是有政治上或者在什么有很大的既得利益才有建制派。建什么制啊？郝龙斌已经多久不干这个市长了，对不对？我多久没有搞政治了？建什么制啊？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广播主持的很好，电视主持很好，这叫建制，这什么建制？这我们努力的成果，这什么叫建制派呢？我要特别强调，因为郝龙斌刚刚有特别强调，我要再讲一次，一直说叫做宫廷派，我最气就这一点。
懂吗？你说为什么生气？什么我变成宫廷派了？我宫什么廷啊？变成什么私相授受？我私相授受给郝龙斌。党主席郝龙斌，你来做，你就是党主席了，不然扯一头，那党员一票票投出来啊！我跟各位讲，他们这是很坏的，这点我是很气的，不应该这样。党里选举真的不应该这样。他故意把郝龙斌打成跟朱立伦一派，懂没有？其实郝龙斌跟朱立伦2年没有见过面，我跟朱立伦是最近才见了2次面，2次。郝龙斌、朱立伦根本没见，郝龙斌跟朱立伦没见面，他为什么把郝龙斌跟朱立伦打成一派呢？你以为这只是建制派工人？不是的，因为朱立伦撤销了黄复兴党部，所以黄复兴你知道很重要，对不对？这个黄复兴有7、8万党员呐，所以呢，而且投票率很高啊，所以呢，黄复兴是很气朱立伦才撤销了这个黄复兴党部的，所以但是朱立伦这没有要选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我不投朱立伦，那他没有选啊。他先把你郝龙斌打成跟朱立伦是一派的，然后这个时候呢，郝龙斌就承受了撤销黄复兴的这个党部了，所以这不是他责任，这跟郝龙斌他也反对撤销黄复兴了。朱立伦撤销黄复兴也没有跟郝龙斌商量过，撤销也没什么不对啊。那不管，他们怎么不管呢？就重点呢？是的，而且郝龙斌也承诺他当选的话，我知道他会恢复啊。那个承诺是不好的，他不管怎么样，那是你的意见嘛，那你要考虑党员的意见啊。你今天要选国民党主席，你也不敢得罪啊，你敢吗？是的，对。那就这样了嘛，那是我跟你讲，你如果诚实的讲你心中想的话，人家还是会投你票。我告诉你，现在像黄复兴这种，他们都说要年轻化，要年轻化。最主要要年轻人，就是你们黄复兴。这等会我再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党员2/3是65岁以上呢。你这个谁不年轻啊？我告诉我，老沈，请你告诉我，谁不年轻？你等等听我分析完，你这样解不对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哈？我哪一点不对？你现在就讲。你听我马上就讲。我先只讲一点，说这很坏，就是把郝龙斌打成跟朱立伦一起，就是说朱立伦撤销黄复兴就是郝龙斌的责任。这个很坏，当然很坏了。所以你刚刚说不坏，撤不撤那是一回事，这个是很坏，这种心理很坏。然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说国民党这个国民党的老党员多是不公平的，因为国民党有一个政策，他为了感念这些老党员，不缴党费嘛，对，40年党年是不要缴党费的。所以你把这40年，他现在33万个有投票权的，22万是不就是65岁以上的，那你这个不算嘛？因为他不交党费，所以变党员嘛。那民众党只有3万党员啊，民进党也不过就20万，可能还不到20万了。那你自己想，如果国民党说挑3万个年轻人挑得出来，挑不出来？当然挑得出来啊。他如果从这30万，我说要挑3万个是年轻的。他还有11万是65岁以下的，也可能有4、5万是。上面的声音被不缴党费的老人家抵消了嘛？声音也没有，老人也没有声音出来嘛。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能只拿这个党员结构来看，因为这个党员他礼遇老党员不用交党费，所以他才有这么多合格的党员嘛。那他们是要交党费的，民众党好像这不要交，可能也要交，所以他就自然就筛掉了一部分嘛。你把这部分拿掉以后，你看那个不交党费的，就是说这个需要交党费的比例，我才不相信国民党会比较老呢。他们立法院现在平均立委的年龄是所有3党里面最年轻的，那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们最年轻？你再看议会那几个年轻议员也都很年轻啊，对不对？这么多年轻的公职员，那你去看那个老党员干嘛？人家是礼遇老党员，因为不交党费，他才有那么多他在投票啊，他在投票啊，他有投票权。为什么不重要呢？他在投票，他也有投票权啊。你现在不要管他怎么投，你怎么要投谁的呢？那今天郑丽文声势高，他们支持郑丽文啊，老的就不能支持郑丽文吗？老的就要支持老的吗？两回事情嘛。我只是告诉你说，因为国民党有这么多老党员，说他的党员结构太老，这是错的，是因为他礼遇这些老党员，把不要交党费的拿掉，他的党员结构年轻的。不会比民众党不会比民进党少的，你叫民进党拿出党员看看，他老的多不多？老的一大堆啊！什么老？休息一下再回来。黄国昌到底有没有派这个狗仔队？那到底有没有去跟监柯文哲？黄文昌认为没有，说这是民进党的操作。那就问柯文哲，柯文哲说这个问题很无聊他跟监我干什么那另外呢说呢，侯汉廷的跟狗仔的截图有说有花2、3万啊，我猜花了2、3万
啊，到底多少钱？说这些照片是要钱买的啊。那另外呢，黄国昌是说这是泼粪了，说他跟他那个揭弊协会从来不干这个事情，哦，叫做台湾公益揭弊吹哨者保护协会，哦，他说所办的任何案子，包括给媒体的报道资料，从来没有收受任何1块钱，哦，所以呢，他说这个从我这边拿了不少资料，什么时候跟周刊收过钱？哦，他说《镜周刊》也跟他拿了不少资料，但是他有跟《镜周刊》收过钱吗？也没有啊。那另外呢，这个王宏的助理说跟黄国昌这个就是他们说黄国昌的狗仔了哦，那黄国昌不承认嘛，说只是我认识其中一个，怎么就是我派的狗仔呢？不是，他们是说王宏威的助理是那个去兜售那个狗仔照片的人，就是那个卖钱，就是黄国昌这个狗仔把照片请王宏威的助理去卖了，大概这意思了哈。就这意思。那这个王宏威有发表3点声明，说没有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啊，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张思刚也被牵扯进到这个狗仔队里面，说他买这个偷拍照。那张思刚博士我不是买的，是有民众看不惯来投诉的啊。那另外呢，侯汉廷也驳斥说民代是有多元爆料的管道哦，所以呢我并不是买来的。我们看一下。什么？我跟接你啊？你听到了以后，你有没有很生气？奇怪，为什么不认真做事就好了？每天在搞这个，实在是无聊。如今周刊再爆料，黄国昌以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护协会为名成立的狗仔集团，协会透过谢兴恩和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的张姓助理，在外兜售跟监照片，向泛蓝民代推销，收费从2到4万不等。王宏威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以及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等人，都是谢兴恩透过张姓助理转卖照片、影片的客户，而跟黄国昌主席更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私下的联系方式。有包含是购买来的消息来源吗？无可奉告。这个爆料内容是属实的，这2周的《镜周刊》内容看起来就是内部有矛盾。我跟黄国昌不认识，我也不知道黄国昌有这样一个运作的机制。撇清消息来源是黄国昌，王宏威也说不认识或联系过谢姓记者。完全没有事实的基础就在泼粪，吹哨者保护协会，包括我个人在内，给媒体的资料从来没有收受任何1块钱。就算黄国昌反击，但一张张爆料照片来源被指向同一线。赖国成，谢谢安娜了。这个黄国昌已经多次在记者会都已经否认狗仔队的问题，他确实是还没有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公益揭弊协会，确实是有这个揭弊的协会。那这个揭弊协会啊，他从来也没有去跟踪，但是他自己也讲，确实你要揭弊就要先前调查，所以他没有去跟踪。那我也感觉到很奇怪啦，因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要落井下石，然后咬定黄国昌？很简单嘛，台湾民众党毁掉柯文哲的人设，那接下来就毁掉黄国昌的人设嘛。所以他已经完全多次记者会都已经告诉所有的媒体朋友，我没有做狗仔的这些动作，可是他们还是一直咬定黄国昌有。那现在黄国昌哑巴吃黄连。到底有没有？说实在的，这叫做什么？毁掉黄国昌。你看看，只要对于民进党有揭弊、有疑问的啊，通通都跟黄国昌，王宏威也有关系，何汉廷也有关系，张世刚也有关系，那就怪啦。啊，为什么黄国昌人缘会这么好？就是同样一网打尽，就是把人设全部把它摧毁掉。那连你看见缝插针，连我们柯主席他也跟踪他，柯主席就讲啊，你跟踪我干嘛？那柯主席说那根本无聊。那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个叫做可怕的这些外围或者这些网军啊，就针对黄国昌把他的人设毁掉。他已经多次都在讲，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还是。但是有一点我要爆料一下，黄国昌私底下我曾经问过他，
他指我的揭弊那个协会所有的资料，有媒体确实向他要过资料，可是他既然是调查的资料，他通通给，既然要揭弊，通通给，从来也没有收钱，反而他需要有一个立社媒体，他曾经用买的，所以这些我说实在，很明显是毁掉黄国昌的人设，根本没有这回狗仔队的事。老沈是这样哈，这个黄国昌是让人家觉得，就说你以你过去的气势，以你过去的能言善辩，以你过去咆哮的那种态度，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的伤是蛮重的？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你应该在最短时间就非常有力的把它讲清楚，讲到你们回去没有反驳的，对。但是黄国昌似乎还就差那么一点没有做到，所以这个是民众党的危机啊，你不能否认。其实这个案子相对复杂，如果观众朋友你没有从头到尾看清楚的话，其实很难听懂大家在讲什么，因为它分好几个不同阶段。黄国昌委员在2024年2月1号担任民众党委员之前，他有一个在2020年的11月2号成立的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护协会。那这个公益揭弊暨吹哨保护协会里面有调查员或者讲调查官，他会去搜证核实，比如说有民众认为说，是不是有哪个地方的立委接受了诈骗集团的供养，用他的办公室开他的车，那他就要去拍照啊。那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护协会，他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就是说，王一川被拍，红灯左转，4个人跟9天是去年。那去年的话，如果这几个以前跟黄国昌配合的这个所谓的调查员或者是挂号狗仔，还在接受黄国昌指挥的话，那可能就有政治伦理上的争议啊，不见得违法啦。所以大家谈的是这个事情。今天的周刊写的是什么？是说，那一段期间以来，这几个所谓的狗仔，他们持续还在拍很多照片。我们这么2年以来所看到的很多社会重大事件，比如说监察委员跑去买便当，跑去看牙医，好，张思刚揭弊的照片怎么来的？那这个侯汉廷讲说，国资会部长跑去晚上去参宴，有没有说什么大家很快乐，但我们同在一起的？是谁告诉你的？结果今天周刊是直指他掌握了一些讯息，就是这一组狗仔透过谢欣仁记者还有王宏文的助理在卖这些照片跟资料。那因为有一个截图，刚刚前面有了，就是说，意思说是侯汉廷跟友人的对话，说哇，以前2、3万，现在变4万，而且资料还是错的。今天刚刚侯汉廷议员有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对于到底是不是买的这一句，他是4个字叫做无可奉告，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说，因为他说我当一个议员接受揭弊是很那个，但倒是张思刚是很明确的讲。他的那个监察委员跑去公车私用那个部分，他说是民众用 email 信箱提供的。那这样的话，周刊内容就不对。那回过头来再讲这个黄国昌这个委员跟这几个所谓的狗仔，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到什么时候是症结点？可是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非常清楚。回过头来就看周刊跟现在目前一直在猛打这个议题的几个人。他说这里面有一些狗仔好像后来又回到周刊去工作了，所以如果有对他不利的谈话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黄国昌。跟目前为止，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跟拍柯文哲的证据，也没有这些人还在黄国昌当立委之后还接受黄国昌指挥的证据还没有浮现。反正就是这个案子，把它分几个层次看啊。刚刚伟汉讲的算蛮清楚的。第一个就是黄国昌那个时候他自己搞了个公益协会，那时候还没有公职嘛。那这个公益协会有些人去收证啊，这样讲好了，好不好？然后呢，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到底黄国昌有没有组一个狗仔队，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有，那为什么组？哦，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狗仔队也没什么嘛，那周刊有狗仔队的一大堆啊，对不对？那狗仔队现在还属不属于黄国昌？当时是他的协会，现在还是不是？他当了立委以后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那是也无所谓，为什么我是立委我就不能够有人去收证呢？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狗仔队有没有拍的照片来卖？卖有没有犯法？哦，卖可能也没有犯法，对不对？那卖的钱到哪里去？如果是狗仔队自己哈，我们4个人哇，这个当狗仔当然很爽哦。原来就拍哇，原来狗仔可以这样拍哦。一方面这个也窥视人家隐私，一方面还可以卖钱。拍完了以后呢，我们自己来卖啊。就是你如果自己卖，还是这个钱给黄国昌？如果有，这好像是给谁？这个钱卖的钱，像黄汉廷这边什么2万、3万、4万，卖的钱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他要抽丝剥一个一个看嘛。你现在主要是讲黄国昌跟这个有关嘛？那黄国昌跟有关，那卖的钱应该给黄国昌才对啊。我搞个狗仔队，我付你们薪水，你们拍照卖的钱怎么样不给我啊？或者至少我们55分呐、37分呐、那这个钱到哪里去？这个有那么难查吗？真的要查就可以查出来啊。所以它是一关一关一关，就是我认为真正的关键是卖到以后的钱去哪里。狗仔队也不犯法，狗仔队卖东西也不犯法，他自己要卖他就卖了嘛。你以为现在其他的狗仔没有在卖吗？那么欧洲狗仔卖多少钱？拍一张照片卖多少钱啊？对不对？然后呢，卖的钱去哪里？那我认为，如果是卖的钱，如果现在黄国昌还在指挥这些狗仔，卖的钱是黄国昌拿去或是分掉，那在形象上就有瑕疵。如果他以前搞的狗仔队，或是这些狗仔跟他合作，现在跟他也没关系，自己去搞一个团体，就像说你开公司，你的公司员工自己跑去去开一个公司去赚钱了，那跟他有什么关系？那跟王宏有什么关系？需要再回来。馆长直播，大家知道直播的时候，有时候讲话是比较跟网友在那边互动嘛啊，然后而且呢，你刺激我，我刺激你哦。那昨天我也看了也惊讶，他说叫斩赖清德的头，在讲什么？不是头，狗头。我知道了，我没有这样，我不好这样讲，就是啊，那他今天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今天看的比较懂，我现在比较了解馆长。馆长说他被断章取义了，哦。那赖清德就说我不贪不取，仇恨言论对国家没好处啊，意思是说你干嘛讲这个仇恨言论？而且地检署马上收集资料哦，要法办这个馆长。那馆长说呢啊，我被抓没关系啊，我家人你们要照顾啊等等哈。那我觉得到最后馆长今天讲的实际的状况，那天的直播中，因为大家没看他直播嘛。好，我们现在看整个过程，馆长说要呛赖清德的口头，从来说馆长你被枪击了，法律是保护你的啊。政府也是保护你的，你怎么讲这个话呢？哦，那黄国昌说，馆长他没有做过超过法律尺度的事，馆长很清楚法律啊，他不会违法啊。哦，那新北地检把他列成他治案，所以馆长说，如果我被羁押，帮助我的家人啊。哦，那另外呢，他今天讲我懂的意思，他说他最近呢，因为馆长被大陆的这个网友。很多那种武统派天天在包围他，是要武统台湾，武统台湾，斩首台湾，武统台湾，斩首台湾啊，斩首台湾的头啊。所以他说对岸有一个计划叫做斩首演习，所以那网友都来，他好几天，所以呢他就很不耐烦，所以他就说你们反问那些账号说啊，你们斩首，你们要斩赖清德的狗头吗？意思是说你们什么意思嘛？他不是说他要斩，是说。那些网友一直要斩，说你们搞什么？你真要斩，你真的要斩他的头吗？但是不，我觉得他不应该用狗头了，哦，就是说你真的要斩他的头吗？斩首就斩头嘛。好，他说你们要过来哦，我日思夜思哦，我真的想，意思是我真的想你们过来吗？你们真的要过来吗？其实看起来是反问了啊。所以他现在说，他说我是在保护台湾啊，要台湾不要受武力统治的威胁啊。我强调台湾人不受武力威胁啊。哦，最大的共识保持现状啊。哦，然后呢，最多说和平慢慢谈嘛。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他讲的，是他在反问大陆那些网友。我就把那个资料拿出来看看嘛，网络上应该都看得到嘛。哦，那民进党就说，民众党不要成为社会暴力跟仇恨的代名词哦。那好吧，这反正我们看一下。那如果到时候被羁押，希望大家能帮帮我的家庭。馆长满腹不满，因为前一天一番斩首赖总统说，现在确定被法办。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发表仇恨的言论，甚至诉诸暴力。我从政以来，不贪不取，每天都认真工作。有关人身安全，总统亲口回应。而刑事局6号下午紧急报请新北检指挥侦办，目前检方已经收案指挥，并以他自案调查案情。通常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嘴巴很坏，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做什么违法乱纪的坏事？从来没有过了。好吧，你们实际上有看到馆长那个来，伟汉你有看吗？我有看啊。哦，你讲讲他怎么讲？所以他因为分2天嘛，第一天讲的时候跟第2天，刚刚看的是第2天的解释，就哇我要被传了哈。我觉得关键字就是说解放军要进行斩首行动，我们节目也讨论啊，所以我们有反斩首行动啊。我们的国家元首不管从以前陈水扁、蔡英文、马英九一路这样下来，
都有反斩首行动。所以他的意思说，你有斩首行动，那赶快来斩首啊，哈，就是 I done you， 意思就是解放军要来，赶快来啊，好，你怎么不赶快来呢？好，把这事情处理掉，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讲2028没有选举，2027要打，快一点来。那这个谈话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在当下直播的时候哈，有一点这个失言了啦。那我们中华民国，你随时你去查以前每一任总统，好，包括有人讲说马前总统时代会不会？马前总统时代曾经有发生过。有人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警察说我要刺杀总统，2个小时以后就被逮捕了。但是馆长他这个说法可能最后，因为我觉得该办是一定要办的，只是办完以后他不见得会有事，因为他并不是说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对总统不利。他说解放军你们要来赶快来，但是现在就有可能会被就是说他在教唆这个行为。那检察官到底用哪一条办？因为约谈以后不见得会有事，而且我不认为会被羁押，只是因为他这个公众人物又谈了这样子带有仇恨言论，而且可能是要结束一个人生命，这个人还是国家元首嘛，警方跟检察官也是一定要侦办的，只是他未必会被重办。那维山，这个言论如果放在像俄罗斯啊，说要去斩首这个普丁，或者是说你要去斩首习近平也好，这些应该都没有办法接受吧？真的就跟伟汉哥讲的，可能1个小时就被抓走了。而且你看这个，你在中国啊，你连跳个上车舞，里面讲到习近平用谐音都不行了，那更何况说是你在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还是有所谓的法律，所以依法办理，所以该办还是要办。老沈，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馆长讲那句话，我真的很震惊，我觉得这个真的。馆长越来越脱序跟失控了，但现在他讲的这个是第2版了，就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那伟汉啊跟你啊讲的也有一点，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馆长就是嘴巴大，而且就是没有办法节制自己。我觉得我们节目如果负责任的话，我们应该暂停录影，去找出馆长的原先的那一段话。然后播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问大家的意见，这样才对啊。看看他怎么讲。他原先的。我昨天有看到新闻，前年斩首打击嘛，精确斩首嘛，把赖清德的狗头斩下来。网红馆长开直播，突然脱口要斩首总统，下一句喊话大陆。兄弟啊 ，I done you 啊，真的，我日也思夜也思啊。93阅兵我也看了，我打从心里面佩服认定中国世界第一嘛。你去看我这几天讲的。旁边的留言，下面的留言，一看就知道我在回人家。什么我要斩赖清德的头？我昨天有看到新闻，前年斩首打击。我昨天有看到新闻，听到没有？我讲了好几天了，针对那些武统的账号，然后就一直进来洗，一直进来洗。结果我就说，我有看到新闻。你们要精确斩首嘛？大家可以去搜寻新闻，叫做斩首演习。共军对台斩首演习就是要斩谁？来，小草要斩谁？啊，对呀，新闻也是这样写啊，他就是要杀掉总统，所以我会说，你要斩赖清德狗头，我就很不耐烦。来，国成，我觉得从他的口吻可以发现到，他是在上网的时候是有人问这个，他来做回答，所以。我个人的认知啊，他没有什么幻意啦，哈，也不是说你赶快来啊，斩首什么，他只是在访问你们一天到晚要武统，但是你要嘛，你赶快去做这个，他是这种间接的口吻。这个仇恨言论能不能构成犯罪现在各国都是一个问题。那通常呢，仇恨在言论的角度，他一定会考虑你的动机。所以现在馆长他的前后文，包含他自己也陈述了动机呢。我觉得民进党会做出一个样子，可是真的要把他就办也有一定的难度。颜值，那个刑事局说这个馆长是煽动啊，问题是馆长要煽动谁？煽动解放军吗？他煽动说叫大家来了，对他并没有这样，你们去了就要煽动，他没有煽动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像刑事局会跳出来这样子讲要煽动。然后民进党的律师还讲说，哎呀，馆长如果拿了中国大陆的钱的话，是外患罪啊，3年以上7年以下。